世界眼，深度，缅北诈骗帝国全揭秘，谁才是金主？这里是世界眼深度，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将走进一片混乱与暴力交织的灰色地带——缅甸北部，一个用血与泪筑起的诈骗帝国。有人被骗得倾家荡产，有人却靠诈骗搭建起权力金字塔。问题是，谁在背后操控这一切？谁是这个庞大电信诈骗王国真正的金主？今天让我们撕开这层黑金帝国的面纱。第一章：缅北诈骗园区何以成型？缅北为何成为诈骗天堂？根源要从地理与政权结构说起。缅甸北部，果敢、妙瓦底、勐拉、东支等地，位于中国云南边境，是金三角毒品走廊的延伸。这里长期军阀割据，中央政府力量几近真空。早期的缅北赌场业最为红火，可随着中国严打走赌，资金转而投向诈骗行业，赌场成了诈骗的外壳，诈骗变成了产业链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本以为会打击这类灰色经济，但相反，诈骗园区迎来逆势扩张。因为出不了国，诈骗集团转向线上扩张，以 KK Park、属于 Coco、妙瓦底开发区为核心的园区迅速兴起，背后是军政资本联手打造的地下帝国。第二章：被迫成为诈骗机器的员工。诈骗园区的工人不全是自愿来的，他们中许多人曾是被高薪招聘骗来的普通人。在招聘平台、微信群、Telegram 里，你会看到这样的文案：高薪技术岗，月薪2万包吃住，海外发展机会。可当你一脚踏入妙瓦底、果敢、勐拉，等待你的是另一种生活。护照与身份证被没收，手机被监控，业绩不达就电击、殴打，试图逃跑就断指卖器官。更悲惨的是，女性受害者被逼从事性服务。联合国数据显示，缅北诈骗园区中80%是非自愿劳动，家属想营救他们，行，先拿几十万赎金出来。这哪里是求职，这是人口贩卖加现代奴役。更可悲的是，就算有人逃出来，等待他们的是另一次打击：无证件、语言不通、心理创伤，被遣返，被当作非法出境嫌疑人。他们是时代的隐形牺牲品。第三章：金主是谁？揭秘果敢4大家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谁是真正的幕后金主？答案是果敢4大家族。一、白所成家族。果敢自治区主席，长期把持军政资源，是缅北诈骗园区的最大地主。他的儿子白英仓因电诈被中国通缉，2024年已被引渡回国。二、魏三家族主控 KK 园区，据传掌控超3000名诈骗人员，其园区对接多个洗钱与数字货币通道。三、刘正祥家族，绰号妙瓦底地下市长，是诈骗转运与人贩中枢。四、明学昌家族早年经营菲律宾博彩业务，后转战果敢打造虚拟币加境外账户，资金断头流。这些家族控制了诈骗经济的土地、武装、人员、银行、法律，他们让诈骗不再是犯罪行为，而是特许经营。诈骗园区如同一个有自己法则的影子国度。第四章：黑金帝国的经济链条。一个园区的年营收能有多少？据统计，属于 Coco 园区每年产值达80亿人民币。诈骗园区靠什么赚钱？中国老百姓的积蓄，泰国、马来西亚投资人的信任，东南亚币圈炒作的泡沫，那钱怎么流出去？洗钱链条如下：一、骗钱入账，假平台、假投资、假恋爱；二、转入虚拟币账户，美金最常见；三、中转至柬埔寨、迪拜、新加坡、塞舌尔等地；四、多次转账与混币技术彻底洗白；五、资金回流缅北，用于购枪、扩员、贿赂。这就是典型的黑金闭环模型。诈骗是一门生意，一门多国参与、暴力惊人、链条成熟的生意。第五章：国际制裁与联合打击缅北的骗局，终于引起了全球注意。
2023年，美国率先出手，对以 South 为首的武装集团实施金融制裁，冻结资产。同年，中国公安部展开史无前例的缅北通缉，果敢主犯通缉100人。东南亚多国联合遣返诈骗链条被跨国斩断，电诈集团骨干被押回中国、泰国、缅甸。中国组成3国行动小组，尝试跨境清剿，但缅北依然是治理难点，山林密布，军阀林立，外交复杂，缺乏统一司法框架，国际社会的手伸得进来，却抓不住实权。第6章，制度漏洞与现实困局。我们必须承认，缅北电诈并不是简单的犯罪问题，它是一场制度共谋的体现。问题核心在于，自治区政权放任诈骗换取税收，诈骗人员非法出境，法律追责困难。武装团体不仅是保护伞，更是出资人诈骗成为地方经济支柱。打击电诈意味着动摇地方财政，法律的灰区被用作犯罪的温床，制度的缺口反倒成了诈骗的护盾。第7章，总结与反思。缅北诈骗不只是诈骗，它是一场深层次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制度性腐蚀。它让受害人破产跳楼，求职者被囚虐待，人贩子堂而皇之谈生意，黑金买通武装集团与官员体系。我们今天讲它，不是为了猎奇，而是为了警示，诈骗不是受害者自己傻，而是被系统猎食的结果。你认为打击缅北诈骗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？你或你身边是否有人差点落入这样的陷阱？欢迎留言讨论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订阅世界眼深度。我们将持续追踪全球黑金内幕，揭开权力与金钱的隐秘角落。我是 Jason，我们下期见。